宿主，你现在成立一家公司，本系统每月给你50块工资，让你1年内做成全球上市企业，你可敢？去你丫的，缅北也没你这么黑啊！男人名叫皮炎子，刚毕业工作的他原本明天就能转正，不想却被公司领导以他不够狼性为由将其开除。压榨就压榨嘛，还狼性？狼都没你们狗！我要是开公司，绝对不会搞加班文化。检测到宿主有开公司的决心，大老板系统开启，系统将提供企业运行资金，但不可私用。老板工资等于员工工资的1%加企业盈利利润的1%。我当老板才拿1%，狗系统，你玩我呢？请宿主不要避避，立即开始招募员工，否则我诅咒你一辈子只能当牛马。相比于当牛马，我还是当老板吧。就这样，在系统的威胁下，皮炎子立马去到了人才市场。系统，我总不能空手套白狼啊！你赶紧给我弄个摊位啊！公司名我都想好了，就叫字母飞跃，注册资金就先来个100万吧。招聘摊位已生成，企业资金到账100万。没多久，皮炎子的摊位前就来了不少人，但一听说是刚成立的公司，便都走开了。哎，只有自己当了老板才知道开公司不容易啊！咦，又来一个。老板你好，贵公司招哪些岗位？检测出 B 级人才，请宿主立即招聘。我们公司呢，岗位比较多，什么都招。我叫庄深沉，这是我的简历。庄深沉，男，38岁，天生牛马身体，会主动承担更多的工作，任劳任怨。原来这就是 B 级人才，这得过得多苦啊！哎，我这个年纪，看来这次又没结果了。这位牛马，不，这位先生，你想要多少？可以开个数。我应聘的是销售总监一职，拥有5年的销售经验，7000可以吗？你这个岁数应该上有老下有小，7000哪够？我给你1万底薪加绩效提成。多少？怎么，您不满意吗？深沉哥，欢迎你加入字母飞跃。满意，我太满意了，呵哈哈。那我现在需要干些什么呢？不急，我们公司到岗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工资，你看看到账没？看着手机里刚到的1万块，庄深沉瞬间惊掉了下巴。恭喜宿主招到第1位员工，请宿主尽快提高企业星级。2星要求企业员工10人，拥有企业驻地，开展一项业务活动。这任务可不容易啊！算了，我现在工资才100，先招员工给自己涨工资。随着系统发布的任务，皮炎子立马拉着庄深沉上了一辆出租车，准备带他去另一处更大的招聘市场招聘人才。深沉哥，我们公司呢是初创公司，你作为人力总监，压力肯定是很大的，但是不要慌，哪个公司敢像我一样入职就发工资的？没错，老板，您这样的手段招人不是轻轻松松。不过老板，您刚刚给我发的1万块我已经还房贷了，能不能提前支下个月的工资啊？这都是小事，先把合同签了吧。系统，给庄深沉发送合同，另外再发1万块工资。建行到账1万元。卧槽，老板，你这招不招司机啊？嘿嘿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当然缺。那工资能有多少？6000。不过我们公司采用的是薪资叠加制，你负责的工种越多，你到手的薪资就越多。比如你是司机，然后你同时又担任了销售，那底薪可能就有1万块。明白了，我正好就是干销售出身的，年年都是销冠。还销冠？那你怎么在开出租车？这2年环境不好，只能开出租养家糊口了。老板别信他，这一看就是个大忽悠。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？既然这位司机大哥这么有实力，那就给他一次机会。不行了，老板，他要是拿了钱，他不干怎么办？啥本事都还没看到呢，就给他开这么高的工资？没事，我对他非常有兴趣，1万块钱而已，我转给你。对了，你叫什么？陈国汉。系统给陈国汉转过去，没多久，司机便将2人带到了地方。好嘞，老板，咱们就这样说定了，你们先招人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就这样，2人来到了系统提前准备好的招聘摊位前。老板，咱们需要招聘哪种人才？记住了，我们的公司缺的岗位很多，能来的都给我要。关于薪资方面吧，宽松一点，别替我省钱。就算老板是富二代，也不能这么造啊！我身为销售总监加人力总监，必须好好把管。老板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会给你招到优秀的员工。没多久，庄深沉就面试一批人，但都没有通过。不是说应聘者的专业跨度太大，就是简历太简单，达不到要求。老板啊，这些学生的质量太差了，如果把他们招进来重新培养的话，还不如直接招那些有经验的员工呢好。深沉哥，你对招人这个事情太过于苛刻了。招人嘛，够用就行。从现在起给你3分钟，给我招一个人过来啊，否则你也滚蛋。听到皮炎子施压，庄深沉立马不淡定了，立马飞奔到人群之中，没多久就带着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来到了皮炎子面前。老板，这个2个都是月薪5000，试用期4200，你看行吗？
你小子是不是喜欢在高压环境下工作啊？可以，这个待遇还可以适当再高一点。随着庄深辰带来的两人，系统也开始了人物识别。蓝薇燕，女，年龄23，A 级人才，追星族，擅长视频剪辑和文案撰写。蓝薇燕是吧？你先负责文员工作，公司视频的剪辑也是你来做，做得好的话，给你涨工资。好的，老板，我一定好好干。老板，那我呢？马头头，男，23岁，A 级人才，思维飘忽不定，容易想到别人想不到的法子。你的话就先摸鱼，不过你这名字不好听，看你这发型，以后就叫子弹头吧。现在有4个员工了，该解决企业驻地和业务活动了。那咱们今天就先到这里，明天我带你去参观一下公司。离开摊位后，皮炎子立马把司机陈国汉叫了过来。老陈啊，有没有那种场地便宜、租金划算，还有旧设备的公司？老板可算是问对人了。前2天我拉一男乘客，他说他们老板跟小三跑路了，留下一堆烂摊子。哪个厂是生产床垫的，留下一堆员工和存货？还真有啊。如果老板准备盘下来的话，那我们可以把价格压下去一半，到时候咱们一倒手，10来万就到手了。有点意思，不愧是销冠。陈国汉，年龄34，S 级人才，属于5边形战士。这不捡到宝了，哈哈。现在相信我是销冠了吧？我信。我的意思是要不要给你涨工资啊？这小伙子脑袋是不是有病啊？别人家都是赶着减工资，他开口闭口涨工资，就算画大饼也不是这么画的啊。老陈啊，这样吧，这次要是成，我给你涨1000的工资。那批货你吃得下去吗？即使再压价也得40-50万的现金流。我要的可不是货。走吧，带我去。来带陈国汉所说的那个场子后，两人立马被门口讨债的员工拦住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你们这个厂子我接下了，负责人呢？此话一出，门口讨债的员工全部围了过来。小伙子，我们这个厂倒闭了，你要买床垫我们便宜卖你，要没其他的事，赶紧走吧。我们不买床垫。听到不买床垫，人群一阵唏嘘。我们是特么来买人的。随着皮炎子那句话喊出口，人群中仿佛炸开一般，随即将皮炎子两人带进了工厂里面。小伙子，刚刚你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你们这些人我看上了，都跟我干，还是干现在你们干的活，还要给你们每人涨1000块钱，这个价格够不够买你们？稍等，我们探讨一下。看着众人七嘴八舌的讨论，陈国汉当即忍不住了。我们就2个人，还怕我们骗你吗？5000块对你们来说可是高薪啊！老板，这工资真涨1000是吧？系统，给他们1人打印1份合同。来吧，你们直接看合同就行。小江啊，我们看不懂，你读过书，看看写的什么。我操，双休，8点上班，5点下班，还有餐补，我勒个娘嘞，还有社保呢，这必须得签啊！整个车间瞬间沸腾，17名老员工争先恐后签下名字。系统发钱，钱到账的提示音此起彼伏，工人们原先灰暗的脸瞬间亮了起来。皮炎子含笑点头，暗中扫描全员，大多是普通的1星员工，唯有一个 B 级老刘，特性竟是棋类专家。老刘，你会下棋吗？哪有时间下棋，挣钱要紧，以后可以学学。这时，一直旁观的陈国汉走了过来。你这生意不行，这些员工年纪大，工厂也老旧，投的钱根本收不回来。不需要收回来。话音刚落，文员抱着一叠资料冲来。老板，这是厂子现状，设备3套，账户被钱老板掏空，还欠我们2个月工资，库存还有327件床垫，材料还能生产7天。没关系，这批库存卖出去的钱，给你们补工资。陈哥，这批货靠你了，卖出的差价都归你。听到这话，周围顿时响起一片感激的呐喊。陈国汉看得目瞪口呆，这批货法律上还不属于皮炎子，他却已经自作主张处置了。都给我，你能卖什么价就赚多少，这本来也不是我们的东西。你放心，我通通给你清空。陈国汉匆匆离开后，皮炎子看着焕发活力的工厂，换出了系统界面。字母飞跃企业，等级1，员工数目22，开展业务，生产床垫，升级条件还差企业驻地1个。皮炎子立即动身前往市政府。工作人员听说他要租100亩地建厂，态度热情起来，填表一直填到下午，他终于拿到了证明。恭喜您的企业升到2级，企业资金500万，员工培养，声望系统开发研究，商城功能已开启，当前可购买人才雷达试用版，可扫描半径10公里内得人才，剩余次数1次，售价0声望。看着系统商城中那些贵的离谱的东西，皮炎子关掉了屏幕。对了，系统，我现在的工资怎么算？老板工资等于总员工工资2%加企业利润的2%，翻倍了，月薪马上就3000了，吃面赶加鸡腿了。他骑着共享单车一路飘回工厂，迎接他的却是一排排直勾勾的眼神。老板，你可回来了！陈哥拉了笔大订单，1000套床垫，7天交货。我们库存才327套
7天怎么做得完？那就加班，每天加7个小时，凌晨下班而已。我以前都这样。两人的对话被工人们听得一清二楚。皮炎子看向工人们，一张张脸泛着青。任务下来了，自愿加班的人，嗨，1000一天。车间里一片死寂，随后爆发出狂热的呐喊。我自愿加班，我今天就去抢你了。皮哥，我们能加吗？我们也想处理。你们算500，开工。叮叮当当的流水线声音再次响彻车间。第二天一早，庄深辰拿着密密麻麻的日程表找到了皮炎子。老板，员工喝水、上厕所、午睡，这些时间都要精确到分钟。员工不是机器人，你能保证他们按规定时间排呢？庄深辰，我们不是血汗工厂。我知道了。说完，他深深的鞠了一躬。我干了20几年，没遇过您这样的老板。这次是我越权，是我搞错了，我想弥补。你错在哪？我不该替老板做主，不该一开始就逼员工高强度加班。我应该先唱黑脸，让您唱红脸。天，我叫你当管理，不是让你表演剥削。以后所有订单必须我同意，不接超出能力的单子。我们不差那点钱。我给你1万的工资，是相信你能让员工在正常工作时间内高效完成工作的，然后舒舒服服休息。给我重新写规划。庄深辰呆呆地走回了座位，突然又发出了笑声。下午3点，皮炎子打着王者农药，手机突然被抽走。老板，别玩了，我想了3个提升效率的方法，改善伙食，升级空调，现金激励，但您得亲自发钱，这是树立形象的好机会。就这样，皮炎子被庄深辰半拉半拽地请上了陈国汉的出租车。3人来到了一家餐馆里，和餐馆老板对接着餐标问题。老板，你们餐标定多少？我们包送的。3荤4素2汤。谢老板，不过这几天不用，我们亲自拿。人家包送，干嘛自己办？您得亲自给员工盛菜，这是御下之道。半小时后，皮炎子拎着箱子走进了工厂里，保温箱一开，菜香四溢，工人们蹲在地上大口吃起来，满脸幸福。凌晨，皮炎子被摇醒，手里被庄深辰塞了一叠钞票。老板，该发钱了。他睡眼惺忪地走到车间，挨个发钱。在一声声道谢中，工人们感激地看着这个年轻的老板。时间转眼就到了第6天的半夜，700件全生产完了，提前完工。6天，17个人，700件就干完了。那明天是不是放假？镜头还在，不如干完明天。您明天还得送饭。次日下午5点，皮炎子召集全体员工，1123件成品，我们干完了。大家累不累？下面响起一片的不累。不是，你们不累吗？一天15个小时啊！你上来。等老实人忐忑地来到面前后，皮炎子抽出一张100元钞塞给了他。我就喜欢说实话的，赏你的。再问一遍，大家累不累？累死了。累得上来领钱。今晚不加班了，待会客户来，需要人搬货，谁自告奋勇？有钱吗？这是我们企业的优良传统，必须有。傍晚时分，等所有的货都上车后，客户找到了皮炎子。老板真是年少有为啊，多亏你们产品总监。产品总监？听说你们还有6S 认证和国际专利，不错，货款明天就打，不拖欠。哈哈，是啊。等客户走后，皮炎子转身回屋，刚想躺下，庄深辰又站在了他面前。现在的皮炎子看到庄深辰都有点怕了。老板，这笔订单做完，工厂要停摆了，得开发新客源、更新设备、招聘、销售等等。停，招人你看着办，其他的做个方案给我就行。对了，给大家放假3天。看着背影远去，皮炎子瘫在躺椅上，终于能当条咸鱼了。皮炎子再次醒来时已经是第2天了。他走出厂房，让陈国汉把他带到了租赁的100亩地前，开始指点江山。以后这块建宿舍楼，这湖搞喷泉，这块地够平，建体育馆。至于这棵大树，以后就是咱字母跃动的相亲角。哈哈哈，在这整规划呢，还像模像样。我在研究工厂，还差什么？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老板，问个事，单子按多少点算？库存差价归你，新单给你5个点。大气。说着，陈国汉掏出一张家居品牌博览会的票过来，时间是在后天。有时间去看看，说不定对我们公司有帮助。当日，皮炎子根据票的地址来到了家居博览会，到了后，工作人员才告诉他，这张票是展台票，可他却是空手而来的。算了，来都来了，先逛逛吧。展厅大的惊人，大品牌的展区里，讲解员正介绍空调、冰箱，游客现场扫码付款。小众品牌卖力吆喝，知名品牌却气定神闲，光商标就足够吸引人流。空调、洗衣机给我各来1台。好嘞，您还有什么需要？你讲讲，这机子比其他家好在哪？推销人员一愣，随即自信地详细讲解技术原理。你真厉害，有跳槽的想法吗？如果有，可以打这张名片上的电话给我。从展厅回来后，皮炎子便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次日清晨，当皮炎子一身笔挺西装出现在众人面前时，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。老板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帅？
大概是大彻大悟，颜值提升吧。说正事，赶紧收拾一下，半小时后出发。去哪？出国培训7天，培训期间工资3倍。3倍？老板，你这话说的，我们是那种贪钱的人吗？我能干得很，上辈子就是牛。不用争，都去。4小时后，大巴将众人拉在了港口，岸边停着一艘巨型游轮。登船安顿好后，22个人齐聚皮颜子的总统套间。这次出国是为了订购设备，顺便参观制造厂，目标只有一个，所有人都要学会操作。游轮航行了8个小时，抵达异国后，一行人乘车前往了特拉斯制造厂。我去，这厂子也太大了！门口的保安却警惕地盯着这群亚洲面孔，手悄悄按在腰后。话说皮总，您预约了吗？顾客就是上帝，要什么预约？皮颜子边说边掏口袋，保安瞬间半拔出手枪，却见几张美钞轻飘飘落地。给你的。我的朋友需要帮忙啊！想买些机械，听说你们厂的东西很棒。一路上，保安为了对得起那几百美元，掏心掏肺地提醒着朋友，你们采购要小心那个经理文迪，他最爱宰亚洲人。还有，特拉斯没有售后服务，修一次上千美元，路费还得你们自己出。庄深沉飞快地记录着，他心里想着，这种赚钱手段以后说不定用得上。到了经理办公室门口，发现里面坐着一个胖子。你是谁？你们的上帝。如果你不想被赶出去，最好给我跪。我来买东西。上帝想喝点什么？或许你喜欢普洱，尝尝看。从国外回来，将采购的最新机器安装好后，众人便开始紧张的学习讨论。这东西这么省事，3台设备一天能生产300件，还需要咱们这些人吗？大家都怎么了？一个个紧张兮兮。他们担心被机器取代。皮颜子突的笑了出来。那大家猜猜我为什么让你们去培训？闲着找事，财大气粗。是为了让你们升职。每个工种的价值截然不同。字母飞跃是一家崭新的企业，有很多位置等人来做，很多晋升路线等人走。在我这儿，5000是工资下限，想涨薪就使劲学。5000是下限，在场员工都愣住了。皮总，怎么才能涨工资？你荷兰威燕不是在搞公司的自媒体，粉丝能到1万，你2个涨1000。老板放心，我一定努力。你们这群人嘛，回去把设备弄懂，到时候出题分3个难度 ，A 最难 ，C 最简单，考过 C 的定工资6000，B 7000，A 8000。话音落下，一片寂静，随即员工们脸涨得通红，再也没人喊哭喊累。3天后，皮颜子刚在办公椅上坐下，门就被推开了。老板，样品研究好了。研究好了，走去看看。厂房里，机器运转声与液体流动声交织，墙边整齐排列着8张乳胶床垫。根据不同配比，我们做出了软硬不同的8个型号。皮颜子逐一试过后，感觉都还不错，但直到来到第8张橡胶床垫前，他愣住了。长方形床垫中央勾勒出一个人形轮廓，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凸起硬点，看着不像床，倒像刑具。皮哥，你躺上去试试。要不你试试？我试过了，这床垫简直是失眠人士的福音，躺上去30秒就能睡着。那些凸点就是对应的人体穴位，嘎嘎好使。这东西多难做，每个人体型不一样，换个壮汉点位就对不上了。那就多做几个模板。老板，他们说的确实有道理，多做模板化成本就提高了，并且有可能会压仓。先不管这个，我想知道这个主意是谁想的。所有人看向子弹头，不好吗？好得很，想法这么好，回去写份策划案，我要看目标客户分析。听到这话，从没写过策划案的子弹头眼前一黑，皮颜子带着笑意回办公室，庄深沉后脚就跟了进来。老板，我想出差一段时间。出差？对，我整理了留存资料和老客户电话，很多都断了联系，有的有了新供货商。这样下去，厂子里生产的东西再好也没地方销了。深沉哥，你终于干了件人事了，我赞同。这次我和你一起去。可以是可以，但这堆资料你得背熟，不然到时候闹了笑话就不好了。没问题，这次我就假装是你的小弟，正好也当是学习了。次日清晨，庄深沉最早到场，发现办公室门没锁，推门一看，皮颜子正四仰八叉躺在样品床垫上，周围散落着画满记号的资料，嘴里还在念叨着1000个床垫，纯橡胶原料46万，硫化剂成本33250。老板醒了，我操，什么情况？辛苦老板了。对了，这本电话册里的人是我们要拜访的老客户。随即，庄深沉抽出一张资料递给了皮颜子。文宏文，金港小学采购商，回扣要15%，还有3家竞争对手，他们给回扣还能赚。赚多赚少的区别，这种单回款周期久，还得先压货压钱，
但你看这个马柔，以前的经销商，去年突然断了合作，原因不明，但这类客户值得挽回。我已经订了下午的机票。下午这么急？时间不等人，商场如战场。2小时后，两人落地郑州。庄深成给文洪文打去了电话。呵呵，文哥，我专程来请你吃饭。什么？你在文豪酒店？巧了，我也在。挂断电话，庄深成表情一暗。老板，对方有人组局，没时间收拾了，直接走。出租车上，皮妍子复盘刚才的对话。庄深成明明不在酒店，却一口咬定是给自己创造插入机会。对方答应的痛快，说明现有条件他不满意，需要有人抬价。文豪酒店包厢门口，庄深成深吸一口气，拦住送菜的服务员，低声交谈几句，接过那盘鱼。老板，待会先别急着说话，看我表情。门被推开，包厢里3男1女，目光瞬间聚焦在皮妍子身上，有审视，有疑惑，更有轻视。文哥，想死你了，没位置了，只能坐这儿。两人在文洪文对面坐下，庄深成立马倒满了酒。来晚了，赔罪。皮妍子跟着干了一杯。这位小兄弟也是做生意的，我跟着深成哥混，是他助理。别看小皮年轻，可是京大的高材生，重点大学。坐在文洪文旁边的胖男人看着这一幕，咬咬牙，起身端起了酒杯。我就敬佩学习好的小皮，敬你一杯。皮妍子举杯饮尽，酒量好啊，学习好，喝酒也了得。马马虎虎，比同学好一点。等着，待会儿就把你喝趴下。觥筹交错间，众人脸色渐红，见气氛差不多了，胖男人和女人对视一眼，笑着起身。说了这么久，还没给文哥介绍产品。我们家专供地铁卧铺床垫，这是样品。文哥捏捏，保管孩子们喜欢。文洪文面色红润，笑盈盈的拿起，只感觉手感不对，酥得很。他面子微变，却听到旁边的胖子小声来了一句：“文哥给我面子，我也给文哥一个面子，我出2成。”文洪文瞬间眼睛闪过一丝金光，装模作样的捏了一下样品。这东西不错，你们厂子一套货要多少呀？375元。这个报价比我的成本价还低。你们厂子这套货当真这个价？文哥给子，我自然也不让你吃亏。之前采购价500元，多出来的部分您说了算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钱按实际束缚，发票可开另一数，空出来的就是可操作空间。老庄，你们开什么价？尽管报，东西好，价高点也无妨。425。听到这个数字，文洪文的笑容瞬间淡了下去。就这，还以为是什么对手？哎，这年头学习好有什么用？我手底下好几个大学生，每月就拿3000工资，混日子罢了。我当年学习差，不照样开奥迪住别墅？也是，学习好也不一定赚钱。他心里清楚，自己这点死工资，全靠每年捞点外快补贴家用。姓皮的小伙子，你一个月赚多少？说不定还没这瓶酒贵啊。这是你的问题，多少工资干多少活。会用人的老板，从不轻易否定他人。学历能提升，思想却难拔高。你这样的老板，生意迟早到头。放你的狗屁！老子生意正火，你们这种小厂子迟早倒闭。你倒说，你值多少钱？3000还是4000？老庄，你这跑活的，一个月能拿多少提成？这趟下来，怕是要白忙活个。老庄，他什么意思啊？老板，他想用6000挖我。老板，众人愣住。6000？我给你6000，你来我厂子打扫厕所，还不够？你算什么东西？胖子双眼赤红，顺手就摔碎了手中的酒杯。怎么？许你挖人，不许我挖你？忘了，你厂子扫厕所的都没多少工资，那我给你开2000，够意思了吧？胖子彻底失控，抄起酒瓶就要动手，被坐在他旁白的女人死死拦住。滚开，婊子！女人愣在当场，随即怒火中烧，一巴掌抽在胖子脸上。给你脸了，要不是我陪你在这周旋，你以为能谈成生意？敢骂我婊子？接连几个耳光下去，胖子被打得酒醒，连连求饶。皮妍子淡定走过去，拿起桌上的样品，捏了捏又闻了闻，刺鼻的酸爽让他皱起眉。乳胶57%，合成乳液23%，硫化剂5%，胶凝剂15%，赚这点钱就敢干谋财害命的活，佩服！我等文老师坐牢时再来看望你。什么意思？我怎么谋财害命了？去年赌跑道的事你想重演？赌跑道，文洪文如遭雷击。去年某小学劣质跑道导致数百学生身体异常，相关负责人全被追责。事关学生健康，这东西我绝不用。你说变卦就变卦，我送你的茅台、茶叶都喂狗了。我们签合同了吗？你中标了吗？胖子气急败坏，两人扭打在一起，包厢一片混乱。皮妍子和庄深成连忙拉架，最终只能报警。从警局出来后，两人一脸复杂，有点高兴，这两人再也祸害不了小学生了。
可惜以后的合作怕是黄了。皮炎子沉默片刻，突然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深沉哥，我们也来挑挑客户怎么样？”没等庄深沉反应，皮炎子已经迈步向前。下午，两人赶往了宁城的港口。这次是庄深沉说见的另一个客户马柔，一个英姿飒爽的女人站在海风里，高跟鞋衬的身姿挺拔。马姐，马柔上下打量着两人，目光最终落在皮炎子身上。这位年轻帅哥就是你的老板皮炎子吧？找我什么事儿？我也就不废话了，想借助你的渠道，把我们的乳胶床垫销往海外。不够，你们质量和产能不达标，出不了海。我合作不是扶贫，达不到标准，免谈。皮炎子对庄深沉使了个眼色，庄深沉立刻拉开背包，拿出一叠照片和一个小样。我们厂子已全面升级自动化生产，这是样品，您可以看看。马柔接过样品，指尖摩挲着材质，眼中终于露出一丝认真。马柔接过样品，指尖摩挲着材质，眼中终于露出一丝认真。东西不错，但都是寻常物件，一样的质量，我为什么要用你的货？因为良心，我不能保证比对方价低，只能保证用最好的原料，提供最好的售后。不信可以试，明天我送100套床垫过来，卖得出去算我的，卖不出去算送你。怎么试？这批货你拿去卖，卖不了一个，我也没脸合作。好，我喜欢有魄力的人。明天货能送上，就和这艘船一起去欧洲。庄深沉激动不已，皮炎子却异常淡定。晚上，皮炎子请了马柔吃饭，皮炎子一杯下肚就泛红了脸。小弟弟，酒量不行啊，3杯倒。要不咱比一比？我可不想欺负小孩，1杯酒，我算你100个床垫。如果我喝趴你呢？你真能做到，我多给你个展位。1杯、2杯、3杯，一直到马柔去了2趟厕所，却只看见皮炎子脸红得像猴子屁股，眼睛半睁，但就是不倒。我醉了。真的吗？说完，马柔眼前开始模糊，随即趴在了桌子上。皮炎子放下酒杯，眼睛全然清明。打小就偷酒喝的他，早练就了深不见底的酒量，脸红只是伪装，骗到过无数大学同学。3天后，皮炎子两人风尘仆仆回到了厂里。皮哥，有件事要说，可能过几天有个网红要过来。什么事啊？吞吞吐吐的。老王，你说怎么了？子弹头66万卖出了一张床垫，随即将整个事件讲述了出来。你是说他拍视频挂链接，真有冤大头买了？对方还是130万粉丝的大网红，要来现场直播？对，对你二大爷，我们厂什么逼格？卖66万的床垫，要不销冠你来当？也不是不行。滚犊子！退款了吗？对面已经关下了，视频爆了128万点赞。随即子弹头递上了手机，视频里网红在夸张的吐槽：血汗工厂天价床垫，到底是谁在买啊？哦，原来倒霉蛋是我。家人们，7天后直播，看这天价床垫值不值？145万。哇塞，145万点赞。皮哥，我突然想到一点，咱们买1送100，送他100个床垫，价格不就划算了？他睡得过来吗？对了，感谢老板提醒，可以拍睡在100个床垫上的感受。子弹头灵感迸发，飞跑了出去。皮炎子的一脸懵逼的来到了厂区，召集了员工。大家都知道66万的天价床垫了吧？我们需要让它值这个价。老板，如果本身价值不够，为什么不加附加价值？一句话点醒众人。专车接送，满汉全席，送货到家。随着思路的打开，建议也不断的被记录下来。好，就按各位说的，下午开始演习。3天后，网红钱哥开着直播坐上了专车接送的车。到工厂外后，皮炎子亲自接待了他。钱哥是吧？哟，知道我。随即他压低了声音：兄弟，我是打假主播，要是你们厂有什么黑幕，比如加班不给钱，我粉丝有律师能帮你。你是来取货的吧？我带你看货。随即皮炎子带着钱哥进入了加工间。家人们注意，这防毒衣是新的，地也太干净，明显是特意准备的，这厂子绝对有鬼。对了，哥们，你没穿工服，平时不在这儿上班？我平时不在这。哦，你是文员。老板，那个冤大头开直播了。随着员工的一声大喊，空气仿佛都安静了，但直播间弹幕却炸了。冤大头，我吗？皮炎子赶紧摆手，使眼色让员工离开。等等，你叫我冤大头什么意思？觉得我66万花的冤枉？听到钱哥的质问，那名员工瞬间慌了。他说的是我，你怎么能这样想自己？我一直是你粉丝，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。行了，这66万的套餐包含定制服务和大手专场，脱衣服吧。脱衣在这吗？按你身体定制床垫。随即钱哥利索扒掉上衣，露出小肚腩。老师傅拿着记号笔过来开始画穴位图，而直播间的弹幕纷纷飘起了专业2字。半小时后，专属定制的乳胶床垫新鲜出炉。躺下试试。钱哥小心翼翼对准轮廓躺下，瞬间舒畅的砰噗声，骨盆前倾的腰部被稳稳托住，安神穴位精准贴合。他眼皮越来越沉，随即开始呼呼大睡，而直播间再次炸了。真睡着了，
失眠者福音啊！66万直爆了。而此时子弹头激动地打来了电话。老板，上链接吗？上，不要66万，福利价6万6，上100套。3秒的时间，商品卡变灰了。老板，抢空了，再来100套。又是3秒，随即皮炎子对着还在开播的镜头开始画笔。没了，真没了。我知道大家热情，但大师有限，我要保证每个人都笑着拎床垫走，3天内可随时退款，请理性消费。此时，钱哥从睡眠中醒来，也凑近了镜头。舒服，这东西确实公道。各位观众，打脸了吧？货真价实。感谢袁大头造福群众。你这种主播广告费多少？钱哥比了6的数字，还说得加个0。这样吧，我给你投广告，80万，平时直播推荐一下床垫。大哥放心，每天推10遍我不下播。每卖出1张，给你5%提成。老板，咱们私下聊。随即皮炎子带他来到生产线，指着一款蓬松乳胶床垫。这款定价1888，和66万的一个原料，并且只赚800。现在从钱哥直播间下单，享9折。上链接。66万的床垫跟我1888的一个用料，吃爆了。看着直播间里的弹幕，钱哥一顿无语。皮老板，你这么搞，我岂真成了冤大头？我们厂不分低端高端，只分是否有用。1888的价位让大部分人用得起。穴位床垫是针对特殊需求的定制。说实话，我现在还担心那200套怎么消化。200套不多吧？你这生产挺快。不一样，普通床垫一天能生产100张，穴位床垫一天最多3张。每个都需要大师根据身体情况分析造型和穴位定点，我们厂只有1位大师能做到。别的厂有人能做到吗？不知道，因为在我们之前没人做过这种床垫，我们是首位。此话一出，直播间瞬间炸了。柳湾柳胎直脸，1天3张，什么时候排到我？由于难度高，产量有限，6万6是福利价，以后穴位床垫定价66万，不再变动。抢到福利价的观众狂喜。这时子弹头震惊地看着后台提示，未撤下的66万链接，1分钟内又有3人下单，而1888的链接已经飙升到8000多单。哥们，你要发财了！不好，快把链接下了，生产力不足啊！但已经晚了。链接下架时，售出10231件。直播完后，钱哥也道别离开，子弹头直接飞进了办公室，整个人蹦到皮炎子身上。皮哥，11件66万，146件6万6，10231件1888，总计3621万。皮炎子手心发麻，他闭上眼睛，压下狂跳的心脏，他转身狠狠亲了下子弹头。全体开始干活，子弹头工资涨2000工资，奖金5万。老刘、老李涨2000，专门负责穴位床垫，额外奖金3000，全场每人500奖金。3天后第一次考核，考过的基本工资都涨。皮哥牛逼，老板英明！欢呼声中，3000多万的订单化作12天的生产任务，9台机器，日产量900件。但狂欢之后，压力接踵而至，官方账号的粉丝不断催着上链接。子弹头和蓝威燕面对海量资讯，键盘都敲到冒烟。老板，招人吧，我顶不住了啊！确实该招人了，厂子已经起步，按现在的热度，订单还会持续。想到招人，皮炎子推开办公室门，本想找庄深沉商量招人的事，却看到所有人都在忙碌，看来只能靠自己了。随即他让陈国汉带自己去了人才市场。皮总现在身份不一般了，要不要先置半身行头？现在的人最会看碟下菜，日销3000多万的厂子可不多见，说不准以后我们是全省龙头。我真有这么好？我遇到这么多老板，就您让我真心信服。皮炎子嘴角上扬，被员工画饼他也很开心。就这样，两人先去了一家定制服装店，给自己订了一身后，突然想到还没有工服，于是又订了一批。做完这些，两人才来到了人才市场。皮炎子临时申请了摊位，贴上了招聘启事，客服3名，前台1名，厨师2名，打扫阿姨1名，操作员8名，销售员2名。切，这一看就是工厂打螺丝的，别把青春浪费在这。操作员是流水线吗？操作机器，包浆，工资5000保底，双休，8小时工作制。我操，5000这么高，您看我能行吗？我小学读过几年，愿意学就能进，填合同吧。中年人兴奋地填合同，其他工人也陆续被招聘。不到半小时，基础岗位招满了。皮炎子开始简单介绍工厂情况。这时，摊位前传来撕心裂肺的争吵。我不打工，我要读书。读个屁！家里什么情况你不知道？你是女的，以后总要嫁出去。老板，看看这孩子能干什么活？他可能干了，苦点累点没事。我要读书。老板，工资直接打我卡上就行。您这儿包吃包住不？目前只包饭。那也行，这孩子脑子灵，考试全班前3，18岁了，能干活了，准保您不吃亏。女孩眼眶通红，
死死咬着嘴唇。皮炎子看了看女孩，又看了看妇女，沉默片刻。那就先进我的厂子吧，今天开工，人不用回去了，你留下银行账号就可以了。听到皮炎子的话，那名妇女连忙写下自己的银行账号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女孩看着母亲消失在人群，突然转身就跑。皮炎子赶忙追了上去，最终在一个角落追上了女孩。别哭了，我带你去办银行卡，工资打你卡上。现在是暑假吧，干2个月，自己交学费。听到这话，女孩愣了几分钟。真的？真的。带身份证了吗？半小时后，女孩握着崭新的银行卡，像攥住了自己的未来。叫什么名字？席兰慧。好好读书。回到摊位，陈国汉已经带着新员工等在那边。小希，先当操作员吧。女孩认真的在合同上一笔一画写下名字。就在最后一笔落下的瞬间，皮炎子眼前弹出了系统框。恭喜招募第一位 S2级员工，是否查看属性面板？皮炎子沉默着选择了不看，只是再次认真的看着女孩。你一定要好好读书。回到工厂，庄深沉震惊的看着一排新员工，随后开始安排工作。当点到席兰会时，他皱了皱眉。太小了，你先跟我干吧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席兰会学得很快。下班后，他偷偷睡在样品区的床垫上。第二天醒来，身上总会多出一条毛毯。2周后，皮炎子看着出货记录，长舒一口气。10231件货，全部发完。现在账户有3019万现金流。随即他给子弹头发信息，让他把链接重新上架。5分钟，几百单又进来了。现在销量不愁，那就该解决那100亩地了。他又找了专业设计公司，让他们按2000万的预算进行设计。谈完设计要求，皮炎子刚回办公室，电话响了。我是马柔，你那批货单价多少？我赔给你。怎么了？被阴了，国外法外狂徒横行，当地同样贩卖床垫的商家不满我抢占市场，趁夜过来烧毁了仓库，整整300套的库存被烧没了。不过这货卖的不错，钱我会转过去，以后继续合作。之前说过，这些货我送给你。那不一样，生意归生意，你把货放我这，是对我放心。货卖得很好，我抽2成交易费。随即，马柔将货款汇了过来。皮炎子收到短信，一共418万5千元。你是不是打错了？只有900套床垫。没有啊，你们单个床垫价格多少？1888。这么便宜？我这边定价1800每刀。马柔松了口气，300套烧毁的床垫赔偿不过56万，他很快补上赔款，语气变得咬牙切齿。还有库存吗？我要1000件。1000件够吗？是不是想恶心一下对方？怎么说？听过病毒式裂变吗？告诉顾客，介绍朋友来买能优惠，带来5位朋友就免费送床垫。马柔眼睛亮了，这种玩法国外还没见过。在成本低廉、定价高昂的情况下，每个顾客都能带来实打实的利益。行，我试试，效果好给你报喜。那就先送2000件吧。短短几句话，又是2000件订单。没多久，在米国的加里州，一场友谊游戏正在蔓延，事件越闹越大。网红称之为1800元的友谊测试，视频获得上千万播放，床垫彻底爆了。马柔紧急来电，皮炎子再送5000件，快！刚入库的床垫被消费者一抢而空，而龙国的一些游客看到这么火爆的东西，肯定少不了一番抢购。结果高价买回来后，发现竟然就是产自龙国，一场网络舆论再次掀起。你那是盗版吧？国人就喜欢抄袭。盗版？你看看产地表。不管怎样，我买的是进口货，质量更好。我花了1800每刀才抢到。大哥别哭，您这是出国为我国 GDP 做贡献。男人彻底破防了，他粉丝一夜暴涨3000，私信里全是 vivo50的调侃。而字母跃动工厂里，打单机正疯狂吐单。皮炎子看到网络上的热搜，不禁大笑，这有点夸张了，哈哈。与此同时，距离燕京300里的一个城市，平平无奇的居民楼内，一个年轻人正看着笔记本电脑上关于字母跃动的17页分析资料。新老板接手，床垫大火，开拓海外市场。这个老板很厉害啊，不知道他的战略意识能不能和我重叠。第二天，工厂门口一个拉着行李箱年轻人拦住老王，开口就说要面试。随即老王便将人带去了皮炎子的办公室。面试？我没发公告吧？我认为字母飞跃很有发展前景。当年轻人说完后，系统便弹出了属性面板，竟然是 S2级人才，对投资管理、数字敏锐，直接签合同吧。听到这话，季伯常一下子还没反应过来。我面试过了吗？对，签这儿。你还没问？不用问，签就行。季伯常沉默了，这老板和他想象中不太一样。犹豫片刻，他签下了名字。欢迎来到字母飞跃，我是皮炎子，在下季伯常，恒大毕业，高材生。走走走，带你逛逛厂子。一路上，工人们热情地打招呼，但工作热情丝毫不减。季伯常默默观察，这里上下级的界限似乎过于模糊了。
我是销售总监兼人力总监庄深沉。老板，这人我带去聊聊。行，别让人跑了。随即，两人便来到了隔壁的办公室。你是高材生，底薪6500，双休8小时，能接受吗？你们老板说我可以自己填工资和岗位。庄深沉皱眉，给皮岩子打了电话确认后，季伯常将工资填成了9000。你认为自己值这个价，我就会以这个标准要求你。你创造的效益必须高于9000，我会创造100倍利润。你可以称我为品牌主理人。现在听听我的理念，关于如何打造字母飞跃这个品牌。说完，季伯常掏出 U 盘，打开了 PPT。字母飞跃抓住了一丝热点，但这不够，网友只是随波逐流的羊。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们打上字母飞跃的烙印。他不断的切图，不断的讲解，听得庄深沉一愣一愣的。这一刻，他的视野突然开阔。虽然我现在听得不太明白，但我觉得很牛逼。字母飞跃欢迎你。等季伯常回到办公室时，皮岩子立马凑了上来。听深沉哥说你想接手外宣活动，行啊，找子弹头聊聊视频的事。我指的是品牌外宣，不是拍短视频。公司在本地的知名度有多少？开展过开业活动吗？有大酬宾吗？啥？你说啥？看到皮岩子一脸懵逼的样子，季伯常不禁皱了皱眉。也就是说，公司全靠网络销售，本地业务为零吗？我们还有国外业务。我们有贸易部吗？没有，但可以建。听到这话，季伯常脸彻底黑了。请把公司所有人员名单给我。拿到名单后，他脸色更沉了。难以想象的扁平化管理，所有人向庄深沉汇报，这工厂居然还能运转。半小时后，一份部门重组方案放在了皮岩子面前。公司52人，其中1位已达退休年龄，建议优化。那不行。为什么？年轻人效率更高。年轻人也会变老。我弟工厂只有扩招，没有裁员。回去重做方案，告诉我该扩招哪些人。季伯常平面无表情地走出办公室，迎面却遇见了皮岩子昨天才招来的席兰会。你怎么呢？被骂了？没有，我看过员工信息，你是操作员，我没在厂房见过你。我跟着庄哥干杂活。杂活也算助理。说完，季伯常迈步要走。等等，那个，听说季哥你是杭大毕业的，我想知道这个学校怎么样？你不会是高中生吧？对，我想问下哪些专业比较好就业。看着席兰会真诚地发问，季伯常沉默地扭了一下头。我现在没空，不过下班后可以来办公室找我。次日一早，季伯常拿着修改后的方案走进了皮岩子的办公室。这是开业活动方案，还有商标设计。你这商标画得太丑了，品味好差，让你看看我的。随即皮岩子拿起笔，在白纸上勾勒出字母 B， 并且插上了一对翅膀。用这个？这和我画的有什么区别吗？这特么才叫飞跃的字母，带你装逼带你飞。两人对视片刻，最终季伯常败下阵来。随后季伯常向员工展示在海报上的示意金色的字母 B， 插上翅膀昂首飞跃的姿态。这是字母飞跃的新商标。是啊，老板设计的。以后床垫都加上这个标。明天我们就举行推迟了2个月的开工仪式。开工仪式当天，红绸高挂，媒体就位，皮岩子人模狗样的发表着讲话。字母飞跃能走到今天，离不开每个人。庄深沉、陈柏翰、子弹头、蓝薇燕、季伯常，你们和我一起剪彩。次日，本地报纸头版上写着皮岩子未来易如反掌。配图中，皮岩子微眯着眼，手掌高举，一副就这的表情。报道洋洋洒洒夸赞字母飞跃床垫质量，引用了皮岩子的话：字母飞跃，带你装逼带你飞。这纯属造谣啊！我讲话的时候哪里这样讲过？不过我喜欢这种装逼的感觉。本地报道带来的影响力干见影，很快本地的人群也纷纷下单购买床垫。为了维护本地市场，皮岩子想出免费送货上门、货到付款的服务，让口碑好评如潮。就在工厂人员人人自喜的时刻，负责送货上门的陈国汉却一脸愁容地走进了皮岩子的办公室。老板，本地送货的活我能转包出去吗？为什么？赚的太少了，一件件送货，不如我拉个500件的订单。而且我1万的工资用来送货太浪费了。那最开始的1000件订单你怎么拉来的？我那时不是在开出租车吗？消息灵通的朋友基本上随便发信息就能搞定。他手上掌握着数十个核心消息群、出租车司机群、家长群、小区业主群，这些资源整合起来，能产生惊人的能量。你那些朋友都是出租车司机？皮总聪明，方便请你的朋友们来一趟吗？我想要做一条贯穿燕京的运输链，你能带给我吗？陈国汉。听到这话，陈国汉立马明白了。我能，你想要多少人？全部，我会给你这个事情的管理权。好，成交。3天后，工厂空地上摆开30桌酒席，如长龙般的汽车停在路边，100多位出租车司机陆续下车入座，领头的正是陈国汉。咱们先吃饭，吃饱才有力气干活。上菜。等服务员端上餐盘，才发现每桌放着一叠合同，正是字母飞跃代理销售合同。众人拿起细看，上面写着：作为乙方，每月可得1000元无责任底薪，
工作内容无。此外，每推销一件产品，按售价5%提成，如需送货，自行完成。字母飞跃也会发放运送订单，接单即算销售完成。每月白撒10余万，老板真是好赌。司机兼销售，减少成本，扩大渠道，一步到位。想出这办法的简直是天才！就在众人震惊之余，服务员又端来另一份菜，这次是产品资料。1888的乳胶床垫，还有66万的，哪个傻逼会买？5%的提成，来一个提出就是3万3，可哪有人买？继续上菜。这次服务员的端的盘子里是红彤彤的钞票，所有人眼睛直了。诸位想吃吗？此时，一个司机呆呆地点着头走到了他面前，皮烟子拿出了一支笔，签了合同，这钱就是你的第1个月底薪，现场发。司机接过笔，手有些抖，他回头看了眼同伴，又看向桌上那叠钞票，最终在合同上签下名字。皮烟子抽出1000块递过去，欢迎加入。有了第1个，就有第2个。超能力让司机们的犹豫迅速消散。1小时后，酒席散去，司机们走出工厂，仍难掩激动。我认识10几年，没遇到过这样的老板，给这种人干活，心安。工厂内，员工们收起168份合同，到场司机全部签约。此时，季伯常快步追上准备离开的皮烟子。老板，明天我想和你聊聊。好啊。次日，更多司机闻讯赶来表忠心，皮烟子照单全收。这时，季伯常敲门进来，手里拿着厚厚企划书和 U 盘。这是我熬通宵写的字母跃动未来发展规划。他打开 PPT， 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。皮烟子起初坐直了听，随后开始昏昏欲睡。你这东西，除了应付老师和没墨水的领导，还能干什么？季伯常愣住。我看过你的岗位，品牌代理人，知道这岗位真正的作用吗？打造品牌，提升顾客忠诚度。对，也错。字母跃动不需要理念，我们需要的是让消费者想买床垫时，脑中只有一个选项，就是字母飞跃。不是因为它质量好价格低，而是因为它是字母飞跃。我们是欲望的主导者。听到皮烟子话，季伯常内心一震，这不是标记羊群，而是驱赶他们到鲜美的草原。我观察你几天了，你还没进入状态，有没有兴趣发挥真正长处？就像你当初发现我们公司那样，去发现新的商机。季伯常惊讶地看着他，我给你1000万试错的机会，难道你认为我想一直做床垫？既然想证明自己是合格的品牌代理人，就去打造新品牌，让我看看你的能力。1000万。入职1周的新员工，季伯常觉得皮烟子疯了，而自己也将成为疯子。季伯常绝不会拒绝一步登天的机会，尽管这也可能会让他坠入悬崖。我会打造出最佳的品牌。随着季伯常的离去，皮烟子的身体缓缓松弛。我倒要看看在系统眼中的 S2级人才到底有什么水平，与普通人到底有什么差距？为何系统将5星人才列为升级条件？系统打开面板。字母飞跃公司等级3星，企业资金6321万，含扶持资金3000万，员工数目239，开展业务床垫生产、销售、运输。升级到4星还需以下条件 ：S2级员工需要3名。员工数目、企业声望、企业驻地，5星员工。S2级员工很强吗？现在还差1名。随即他打开手机，施工报告显示新厂区完工需要到明年3月。他立马将电话打了过去。就这么点建筑，你要建6个月？老板，现在招工不好招啊，都快年底了。废话不多说，2个月保证质量完成，要多少钱？2000万，钱到位都没问题。2000万款项当日转出，施工方提着毛子前来敬酒。皮烟子好说歹说才劝回，字母跃动由此登上房地产商绿名单。如此爽快的甲方实在太少。与此同时，季伯常开始了他的首次投资。小季，最近看你神神秘秘的，又憋着什么大招呢？皮总，我发现了一个蓝海市场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卖飞机，不是水晶杯。这是我的企划案，只花了1晚搞定。卖水晶杯，你确定不再考虑？不，国内水晶杯市场空缺，高端产品依赖进口，价格高，数量少，我们可以开拓这个细分市场。在季伯常自信的讲解完后，他申请了130万的资金，结果就是成本130万，收入6525元，销量87，其中3个还是工厂内部友情购买。老板，对不起，我没事，一次不成，第2次就成，还有870万呢。半个月后，季伯常提交第2项投资钓鱼竿，资料后如字典，申请资金330万，结果亏得裤衩都不剩。季伯常越来越沉默，步履匆匆，同事只看到他的背影。神琛哥，你要不去开导一下？他这种我劝不了，非常人干非常事。1个月后，季伯常提交了第3份提案，申请剩余所有资金540万。不久后，腾游店铺上线，唯一商品是一款咒术回战卡牌游戏，广告支出1万元，余额归零。
季伯常死死盯着销量，好不容易有一个订单，结果没过1分钟又退款了。皮总，我怎么了？我1000万败光了，对不起。砰的一声，季伯常跪倒在地。妈呀，不至于，兄弟别哭啊，没多少钱，亏钱没事，你看我都不心疼。此时，西兰会猛地冲了进来。季哥，爆单了！你刚出办公室门，订单就嘎嘎往上涨了，你看。看到西兰会手捧的笔记本电脑，季伯常又哭又笑，突然眼睛一闭，昏了过去。快去喊如来佛祖，打120。最终医院诊断为营养不良、睡眠不足、疲乏过度，需要休息调养。送完季伯常后，皮延子便回到了工厂。刚进门，子弹头就冲了过来。皮总，季伯常可以呀，今天才过了4小时，现在都1000多单了。听到这话，两人连忙来到电脑前，只见上面显示着定价128元盒，销量1056。他拉开季伯常的抽屉，里面满是密密麻麻的计算和备选方案，但右下角的一行小字写的是概率67%。这些东西不要动，我等他回来亲口讲给我。次日，季伯常推门而入。医生不是让你住3天院吗？我讨了，你不要劝我回医院，我躺着的时候已经想好了，我现在只想搞钱。那你说说怎么搞？这次投入540万，其中200万用于购买樱花国热门 IP 的国内独家授权，比如已上架的咒术回战这类衍生产品，在国内市场几乎空白。我用了最传统的印卡模式，像小学门口那种1元1包的卡片，定价128元一盒，一盒12包，每包4张卡，10块钱卖4张纸。是的，目前看来目标客户可以接受，每盒成本12元。我敲，12块成本卖128，抢钱啊！那货呢？谁发货？工厂代发，我们只付正常的快递费，工厂靠压低的快递价赚差价，这才是空手套白狼。就这么搞钱？就这么搞。其实更好的方案是我们自己生产，但跨度太大了。简单，把那个厂收购不就行了？你把那个厂的号码给我。季伯常愣住了，他怎么就没想到呢？随即皮延子拨通了电话。喂，我想和你谈一笔大生意。5分钟后，他以800万价格收购印刷厂，并留用全体员工。搞定了，美工的事你看着办，需要人就挖来。老板，你为什么这么看重我？因为你是个大将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你能为我的事业添砖加瓦。听到这话，季伯常沉默了几秒。老板，我回去割韭菜了。几日后，印刷厂员工欢呼工资上涨了1000元，腾邮3天回款38万，宛若印钞。会议上，皮延子当场宣布新注册一家公司，负责人暂定为季伯常。众人反应各异，庄深沉点头赞同，陈国汉焦躁着望向窗外。散会后，陈国汉在门口叫住了季伯常。你运气不错，但开公司和开网店是2回事，担不住可以求助。管好你自己。哈哈，别刚爬起来就得意，欠的1000万你得先还上。我知道。随即两人背向离开。席兰会看着他们，随转头看向了庄深沉。深沉哥，我也想当总监。哈哈，我还没上去，你就想坐我的位置？我想像你一样厉害。深沉哥，我已经考取了燕大，要去读书了。读书好，记住，无论读书还是工作，都要做到最好。如果毕业找不到工作，就回来。寒假就回来，我去给皮总说一声。随即，他推开皮延子办公室的门，深深鞠了一躬。要上学了？燕大。钱够吗？够的，我存了8000多。我觉得不够。说完，皮延子从抽屉取出1叠现金放在桌上。我真够用。我让你去读书，不是让你边打工边读书，基本的生存都做不到，谈什么读好书？这笔钱是我投资给你，以后要100倍奉还，懂了吗？席兰会呆呆地望着他，缓缓点了点头。懂了就快滚。皮延子装作不耐烦地摆手，他低下头看文件，没有看到瘦小的女生认真地再鞠了一躬。一转眼，2个月过去了，皮延子在新厂房前签下了验收单。最让他眼前一亮的是宿舍，双人大床、独立卫生间、衣柜、书桌，样样都有。几小时后，员工陆续搬入，8层的宿舍楼只住了4层。老板得招宿舍管理员和保洁，招食堂阿姨也多招2个。明天我去酒店请个师傅来教菜。半个月过去，新厂的日子舒坦，网上床垫订单虽下滑，但燕京本地却持续发力。司机们靠推销高价床垫，2个月竟卖出32套。而真正的暴利在季伯常的那边。季总，顾客平均消费额123元，继续刺激，满200送特点包，照这速度，3个月就能还清1000万。老板，有人拆包后要退款，盲盒性质，不退。另一边，负责线下销售物流的陈国汉此时走进了一家生意清淡的小卖部。老板，来包峡谷柔情。今天别在我店里抽，待会有小学生来。小学生？你这儿又没零食。我新进了货，卖的可好，8块一包，别处卖10块呢。我不信小学生有这钱。你等着。放学铃响，一群孩子冲进小店，
钞票一下就拍在了柜台上。给我来10包卡片。撕包声此起彼伏，突然人群中一声尖叫 SSR， 我抽到了！孩子们立马围了上去。我出20块，卖我！看到这一幕，陈国汉眼神沉了下来。次日，他开车来到了藤油印厂，生产线已增至3条。季伯常，你特么给我出来！话音落下，保安们迅速围了过来。哦，不推销床垫，来我这发什么癫？我怕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死。你现在摊子铺多大，心里有数吗？你知道现在小学门口有多少个摊位卖卡包吗？8块钱一包，把零花钱都挤干了。大吗？一点都不大。他们都是培养的忠实用户，覆盖全国才是我的目标。你这是在培养忠实用户？我看你像个畜生。你才畜生，也配骂我们季总？就这样，陈国汉被保安推搡着来到了大门口。季伯常，别把你的摊子砸了，你现在还有自救的机会，要到时候总给你擦屁股，可不是小事了。